京城人人夸赞王爷爱我胜过爱自己，可他登基后却封了一个婢女为后，原来我只是那个婢女的挡箭牌。最后他把我星号抽骨给他心爱的婢女做膳，他爸把全家凌迟挂在城墙上任人笑骂。再睁眼回到大婚夜，我做主把王爷最爱的婢女许给了一个马夫，他怒击一刀捅死马夫，我嗤笑，这就忍不了。后面但凡你舒心便是我无能。我把玩着匕首，一众婢女垂头站在我面前，我目光停在倒数第二人身上。2世以来，我第一次好好打量他，有如烟柔弱无辜的模样，哪有上一世将我脸皮剥下后笑着说真好玩，识得很毒。我捏着匕首挑起他的下巴，笑意不搭，长得不错，就把你赏给马夫吧。在他惶恐的眼神下，一旁的马夫用力跪在地上，王妃折杀小人哪配得上如烟姑娘。柳如烟随后也跪在地上，语气坚定，王妃赎罪，奴婢已经有心上人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刀锋一转，直接划向他脖颈，刀尖划在他皮肤上，吓得他脸色惨白，嫁还是不嫁？柳如烟咬着唇不肯吭声，似乎坚信他不会有事。我直接大手一挥，带他去穿。下人扯着他往外走，柳如烟彻底慌了，王妃就不怕王爷回来怪罪吗？救命！救命！我怒极反笑，拽着柳如烟的头发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你一个贱婢，还想挑拨我和王爷的感情？我平静地用锦帕擦了擦手上血迹，打20棍，以儆效尤。结束后直接与马夫洞房，其他人又惊又恐。一棍子下去，柳如烟发出尖锐的叫声。3棍子后，一个黑衣人跪在我面前，终于现身了。李胜安排在柳如烟身边的暗卫王妃恕罪。这如烟姑娘是暗卫，不知如何说下去，毕竟李胜要求他们严格保密柳如烟的身份。我垂眸敛下眼底的恨意，余光注意到柳如烟欣喜的脸色，我要笑得用锦帕掩了眼唇，原来你就是这个贱婢的心上人啊。我目光在3人身上转了转，不顾3人的震惊，3人毕竟有伤风化，那就杀一个吧，杀谁呢？不，他不是。有如烟刚喊到一半，便被我贴身婢女划一掌劈晕，就你吧。我指了指暗卫，对上他惊恐的眼神，下一刻便有手下将他拉走。今夜我就要看到他们洞房。扔下这句话，我转身离开。马夫暗卫上辈子可都折辱过我家女眷，真期待明日李生回来时的模样，带回了房中。我立刻吩咐华，今天让几个将军府的人守在门外，然后随着我的话，华脸颊飞快染上一抹羞红。我抬手揉了揉这上辈子为了我死在李胜刀下的小丫头华，相信我，我这么做有我的理由。华儿坚定的点头，小姐，让华儿做什么，华儿就做什么。我勾起一抹浅笑，缓缓走到门外，抬头看着皎洁的轮月，思绪回到上辈子李胜的一句可怜无定和边谷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我和将军府赌上一切助他夺嫡，原因无他。将军府无数名家军死在了战场了，包括我二哥，我不奢望琴瑟和鸣，只求相敬如宾便好。但李胜做出来的深情，终究让我迷失了自己。但他登基的第2天，就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，将我宁家赶尽杀绝，借此扶正了心中挚爱柳如烟，踩着我们宁家军的血登上高位，又急切地抹杀我们宁家军。我双眼猩红，扶着树才勉强控制住自己恨到颤抖的身体。这一时，我会让你们欠我们宁家的一点点还回来。华儿气喘吁吁的小跑回来，小姐，王爷回来了，现在正在新房。我一愣，比上一世回来的早，看来今天的消息已经传到他耳朵里了。为了心爱的人连夜赶回来，但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交代的事办好了吗？恩华犹豫片刻，小声道，按小姐的吩咐。真是好大一张床。那声音我失笑道，去门外迎贵客，进门贵客吗？这么严，哪还会有贵客呀？小环不解，但依旧老老实实的按我话往门外跑。大戏要开始了。柳如烟扯着被子，紧紧裹住自己裸露在外的皮肤，带着不明的紫痕，泪光盈盈的看着门口的李胜马夫，颤颤巍巍的跪在一边。王爷听到我声音的一瞬，李胜猛然拔出手下的剑，毫不犹豫的捅进马夫的腹部。王妃，你！李胜转头愤怒的话，在看向我身后时戛然而止，他脸色猛然变得惨白，慌忙跪在地上，声音发颤。而陈参见父皇，我也跪在一边，垂头遮住眼底的冷衣皇帝把玩着佛串，神色不明的盯着李胜四周镜的可怕。李胜身体微微颤抖，虚皇上才开口震道，不知朕这个喜欢风花雪月的儿子，原来也有如此肃杀一面。李胜被吓得脸色苍白，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。臣只是一时激动，但皇上根本不听他的辩解，臣生命令处死这个贱婢。身后的太监做事要上前。李胜眼睛赤红，张了张嘴，却终究没敢求情。我心底冷笑，原来挚爱也不过如此。柳如烟更是吓得面无血色，滚到地上，不顾下滑的被子，连连磕头求皇上饶命，求皇上饶命。眼看太监要对柳如烟下手，我俯首求情，父皇勿动气，今日毕竟是个好日子，不宜见血。那婢女瞧着倒有几分姿色，不如父皇做主将她抬进府里做妾吧。
三人都意外地看向我，我神色坦荡，我知道皇帝一定会同意，他本就记到我们宁家上一世便如此。这一世新婚之夜依旧出现在这里，即使我嫁了一个看起来无能的王爷，现在这个王爷似乎还不像表面那么无能，皇帝心里也一定对李胜起了警惕。片刻，皇帝叹了口气，扶起我一脸慈爱，既然寒霜都开口了，那朕就免了这贱婢的死罪。至于李胜闭门思过1个月，李胜松了口气，谢父皇。等皇帝离开，我这才起身去扶李胜。李胜踉跄2步才站稳，脸色异常难看。我佯装责备，王爷怎可如此莽撞？臣妾刚刚是想提醒你父皇来了。没想到李胜强扯出一丝笑，是本王莽撞了。仆李胜捂着胸口，突然喷出一口血，重重的倒了下去。王爷，快叫大夫！我命令下人送他回房，站在原地，我强压下心底的兴奋，韬光养晦10多年，对自己一剑扎没了。确实该气突袭，后面的柳如烟早就晕了过去。这个夜，燕王府鸡飞狗跳滑，趁乱将房间里的药清理干净。李胜第2日便醒了，握着我的手，认真保证寒霜放心，即使那个贱婢被塞进来，我心中也只有你一个妻子。我昨夜是不知事情原委，以为是手下冒犯了那名婢女，这才我温柔的替她拢好，背角目光灼灼的盯着她。臣妾信王爷，王爷要是骗我，就不得好死。李胜表情一僵，动王爷呢？乔王爷紧张的，我拿锦帕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笑意不搭眼底。李胜讪讪笑了2声，没有注意到我眼底划过的阴影。柳如烟醒来后咬牙接受，成了李生妾，是这个事实来给我敬茶时表现的低眉顺眼，请姐姐喝茶。我上下打量他一眼，缓缓伸手准备接过碰到茶杯的一瞬，茶杯意料之中落在地上，溅出来大半水。好在我早有准备，裙摆只被溅到1点。小姐站在一旁的华儿赶忙过来给我擦拭湿掉的裙摆，气得对柳如烟做婢女的时候不长眼睛，现在做妾了还是手脚不灵活，天生星号命我失效。华坠嘴还是那么厉害。柳如烟被他说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紫，气的胸脯剧烈起伏。你一个婢女竟然敢骂主子！我漫不经心的拨弄着头上的珠翠，抬眸瞥了他一眼。主子骂一个人进客服，差点被刺死的贱婢罢了。柳如烟脸上血色尽退，似乎想起了那烟不堪的画面，看向我时眼里满是狠厉之色。我浅浅尝了一口华递过来的茶，竟然不会敬茶，那就跪在外面举着这杯茶。柳如烟不愿华边摁住他2巴掌下去，柳如烟咬牙顶的烈日跪在外面看好了，这个王府里只有王妃一个主子收到消息。赶来的李生看到这一幕，见柳如烟渲染若气的望着他，眼底闪过一抹心疼。我赶在他说话前抢先扑到他怀中，忍着恶心柔声道：王爷，臣妾也不想为难妹妹，但是前几日父皇生了那么大气，如果我们不稍作表示，那剩下的话我没说。但李胜表情猛然凝重。这段时间外面都在传李胜后代手下家眷，以至于他忘了皇上内奸的态度。他深思片刻，愧疚的看着宁寒霜王妃，也是为你好，你便听王妃的吧。说完，他似乎不敢看柳如烟的眼睛，快步离开。柳如烟脸色惨白，身体摇摇欲坠，我冷笑着和他擦肩而过。1个月后，安排在柳如烟身边的婢女传来消息，柳如烟怀孕了。我一愣神，针穿过袖面，刺进指腹。我面无表情的含住手指上的血珠勾唇，很冷笑，怀孕吗？那2个星号怎么配有孩子呢？这1个月我让人给我爹传信，让他在朝堂中联合其他臣子，不遗余力抨击李胜，又利用外面的谣言大力散播李胜善心的壮举，眼下是该收网了。华儿给各个夫人发去请帖，说2日后邀他们品茗，是2日后宴会上。我坐在上方和几位夫人聊得火热，王爷和王妃真是善人离世，手下的家眷都能接到府中，还能给个侍妾的名分。我笑了笑，我也只是按照王爷说的做，是王爷心善，见不得他手下的家眷孤苦伶仃。一个夫人讥讽的看了一眼下方打扮花枝招展的柳如烟，压低声音好心道：王妃，王爷是男人，咱们都不妨啊，我看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是啊，花枝招展的。那几位夫人纷纷面露不屑。柳如烟带着婢女走上来，柳如烟随意的行了个礼，王妃妾身，想和您说点话。我愣了片刻，歉意的朝几位夫人点了点头，跟着柳如烟走到湖边无人处如有间，总算露出了真面目，狰狞的脸上显出一丝古怪的笑意。印寒霜，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，我迟早好把这几日的屈辱百倍还给你。我挑眉瞥了一眼他的小腹，似笑非笑，仗着你肚子里的孩子吗？柳如烟瞳孔一缩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我为什么会知道他有孕下1秒的？雪花神色大变，这孩子你怎么就知道能生下来？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我毫不犹豫的伸手将他推进湖里。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，拼命挣扎，救命救命！他身边的丫头低着头，头仿佛什么也没看见。我见有人注意到这边，这才大喊：救命啊！
有人落水了。各位夫人，一众跑来，只见我坐在湖边，惊慌地指着马上要被淹没的柳如烟。快快救人，下人也有，顾不得男女有别，迅速跳进去将昏迷的柳如烟抱上来。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血，所有人这才意识到柳如烟双腿间源源不断流出的鲜血。众夫人面色各异，周遭议论声不绝于耳。我用锦帕捂住嘴，以掩盖上扬的嘴角送走个夫人。我坐在秋千上假寐，直到黄儿告诉我那边闹起来了，我这才慢悠悠起身站在门口。我听着柳如烟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字里行间辱骂我心思歹毒，我冷笑，加几十条人命比算什么？王爷是宁寒霜，是宁寒霜推我下去的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王爷你去杀，怕他杀了他。李胜满眼猩红的冲出来，迎面和我对上面露惊慌，努力压怒一寒霜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跪在他面前，声音哑得厉害，王爷都是我的疏忽，才导致妹妹失去孩子，我真不知，原来那烟妹妹就有孩子了，甚至还想跳湖轻生。星号后愿意日日在佛前为妹妹求平安，我恰到好处，落下2行泪。李胜言底的怀疑和愤怒明显少了，扶起我声音温和许多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们都不知道她有孕。他话音未落，房内传来一声尖叫，柳氏妾晕倒了。看来柳如烟在房间，可以听到这些话。我看着李胜快步冲进房中，冷漠的转身离开。不管孩子是不是他的，柳如烟的眼和2个人厮混是事实，这就是他心里的一根刺。况且谁能证明他是我推的呢？我可是在众人面前被他叫出去的婢女，也是我的人。不出半日，整个京城都开始流传，李胜早就和手下的妻子苟且，甚至还有了孩子娶王妃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上李胜谣。我要晃晃的走到我房中，周身弥漫着酒味，寒霜寒霜。李胜趴在我肩头，深情般的念着我名字。我目光冷抿，嘴上却说着关心的话，王爷怎么喝这么多酒，对身体不好。李胜抬起头，依恋的摸了摸我的脸，随即看向月光，可怜无定和边谷，犹是春归，梦里人我血液。这一瞬间，凉透缓缓握住拳头，他将头埋在我脖颈，我感受到脖颈的湿润寒霜，我好窝囊，好没用啊！我要是像太子一样，有个皇后的生母，是不是就可以施展抱负和边疆，士兵一起浴血奋战？为什么老天要对我如此不公？不还是公平的老天让我遇到了你？我如上一世般摸了摸他的头，说出和上一世一样的答案，没事，我帮王爷，这次我依旧如他所愿。李胜眼睛闪烁着狂喜的光芒，急切的低头吻我，对我不着痕迹的避开他，抱着我。我走向床榻，我目光沉沉的看向燃烧的香，直到身上的男人瘫在我身上，我重重一推厌恶的床，踹了他一脚，披上披风，快步从后门走出去。我上了岸边的一艘船，径直坐到一名精致公子的身边，见他痴迷的盯着中央的表演，我淡淡的开口，太子，我们合作吧。想也不想便起身准备离开。我拿起茶杯，润了口嗓，不急不缓道，太子难道不想知道瘟疫的治疗方法吗？太子猛然停住脚步，转身死死的盯着我，成王妃怎么会知道这个？我坦然，上他的目光因为西郊的瘟疫就是李生做的。太子猛然瞪大眼睛，我再次重复，太子，我们合作吧。太子蹙着眉，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。我缓缓的推过去一张纸条，他吃一片刻，还是选择打开刘大山。太子念出纸条上的名字，这人是谁？我缓缓起身，只要找到他，太子的夺嫡之路就能成功一大半。说完，我没有再看太子的脸色，在黑幕之中转身离开。我相信太子一定会和我合作，因为上一世他受命去西郊剿匪，却因西郊要突然爆发瘟疫，太子手下感染众多，迟迟打不下来。有人建议直接屠村，但太子没同意，最后也感染瘟疫离世。这件事还是李胜登基后偶然醉酒时才吐露出来。至于刘大山上一世，李胜派出无数暗卫去寻找这个人，甚至下令见到此人就地格杀。我怀疑这个人能让李胜如此忌惮，一定是他手里有什么抓住李胜命脉的东西。当天烟上我就让人回将军府给我爹传递了消息。第2日早朝，我爹直接联名上书，他和太子办事不利皇帝震怒，罚太子闭门思过。当皇帝询问谁愿意带兵去剿匪时，一贯低调的李胜站了出来，并下军令状儿臣愿意带兵剿匪，并和随军太医一起将西郊的瘟疫解除，与我朝子民共进退。这番话说得让皇帝大喜。不出所料，李胜带兵出去1个月，不仅将西郊的山匪剿除，更是与黄瘟疫的村民同吃同住，直到瘟疫解除这件事，让他在百姓中的威望更甚。凯旋后，皇帝不仅赏赐了他很多好东西，更让他陪同一起秋猎。要知道，在往年都是太子陪皇上一起秋猎，一时间李胜在朝野中春风得意，而和他形成鲜明对比。被传出抑郁成疾的太子，此时正坐在我面前，翘着腿悠闲地画着山水画。太子不急吗？太子挑了挑眉，
将最后一笔勾勒完，慢悠悠的开口，不相信宁小姐这么做一定有自己的理由。我愣了片刻，太子放心，她很快就会从高处摔下来，那时才是她真正痛苦的开始。太子握着毛笔，似笑非笑的瞥了我一眼，则宁小姐真是无情，要是有朝一日姑得罪了你，宁小姐可一定要告知姑姑。可不想作为冤星号星号，似乎已经习惯了太子这个腔调，我竟懒得反驳。3日后，皇后要特意为宁华公主选夫婿，我看着铺子送过来的2套衣服，精心挑选。坐完月子的柳如烟跟在李胜身边，看见我时，眼底迸发出凶狠的光，她撒娇的扯了扯李胜的手，王爷妾身也想去参加妾身，自从失去孩子后还没走动过呢。提到孩子，李胜脸上一闪而过的愧疚，也可能是这段时间他太风光了，竟然直接命令我寒霜，你带如烟去看看吧。我乖巧的应下是，我指的指紫色流光薄衫裙，这套留下把握要了。话音刚落，柳如烟就娇笑道，巧了，我也喜欢这套姐姐，不至于不让一件衣裳给我吧。说着渲染弱气的看向李胜，我也忘，向李胜轻咳厉剩一套衣服而已，那就给如烟吧，王妃再选一件便好。我垂眸看人，看不清神色是柳如烟满脸得意挑衅的看了我一眼，昂首转身离开，滑在我身边气得直跺脚。我唇角挑起抹笑，目光悠悠的看着2人离去的背影。宴会当天，我穿上放了柳如烟不要的那条白色如意裙，低调又不失端庄。柳如烟则恨不得把所有首饰都戴上。坐在一个车厢里，柳如烟怨毒的目光恨不得将我星号抽骨，我却感到条浑身血液沸腾。对，就是这种才不愧对我从来也是印寒霜，我一定会让你给我儿子偿命。柳如烟咬牙切齿道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眼底的杀意流。如烟脸色一白，她似乎又想起了那日我站在岸边，冷冷看着她沉入河底的画面。我转了转腕上的手串，垂下眼底的冷意，进到宫殿。柳如烟便和我分开去找她，和那些小姐妹们聊天，毕竟是王爷的宠妾，自然少不了人巴结，但也都是官位低下的夫人，有点地位的夫人根本看不上她。柳如烟很享受这种感觉。直到一声皇后驾到，所有人跪在地上，随着皇后温柔的一声，平身，所有人才起来。柳如烟看到皇后衣服的一瞬间，脸上血色尽退，慌乱的退了2步，试图让前面的人挡住她，但她还是被皇后注意到了。和本宫穿着一样，绸服的女眷是哪家的打扮的，甚至比本宫还要隆重啊。皇后威严前的声音一传来，吓得柳如烟身子一软，跪在地上，声音磕磕巴巴，回皇后，臣妾是圣王爷的妾室。臣妾莽撞竟不知和皇后撞了绸裙，但皇后穿起来犹如天上的仙女，是臣妾也远远比不上的。臣妾一挥而就换下去。皇后脸色稍稍缓和一点，摆了摆手，无妨下去吧，谢皇后娘娘。柳如烟回到座位上，脸色依旧难看，看来刚刚的事情给她吓得不轻，她很快的就在宫女的带路下换了一套衣服，就连身上的首饰都拆下去一大半。回到座位上，与我目光撞到一起，我讥讽的笑了笑。柳如烟脸色涨红，宴席过半，皇后身边的嬷嬷在我们面前展开一首诗，浮光穿云染其妆，踢得满身惊红长。不知是谁念了出来。皇后解释道，这首就是陈状元郎写的，上句不如大家一起配下句。皇后话音一落，公主便羞涩的起身，衣袂飘飘寻芳处，与君悠悠醉花香。说完，公主羞涩的看了一眼旁边的状元郎下，在2人时欣慰的笑了笑。见状，其他女眷也都只是简单的配上一句，大家都看出来，公主和皇后主义状元郎，自然没人会去触眉头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柳如烟竟然会如此的蠢到柳烟。她刻意沉吟片刻，做足了样子。霞云欲卧云端处，闲得浮生半日清。宴会似乎安静了片刻，驸马赞赏的看了她一眼，这位夫人所说确实是本我师的初衷，得到驸马的夸奖。柳如烟喜不自禁，得意的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想在我面前挽回刚刚丢失的脸面，却没有注意到上方的皇后和公主脸色阴沉的不行，我被她蠢笑了。看来这些气都不需要我刻意动手。在状元郎离开后，皇后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既然柳侍妾这么喜欢诗词，本宫就赏你一本诗词。柳如烟脸上一喜，还以为是她刚刚表现出众引皇后的赞赏，连忙跪下谢恩。谢皇后话还没说完，又听到皇后说，今天在宫里把这本诗词抄10遍，再回王府吧。说罢，皇后冷哼一声，冷着脸甩袖离去。公主恨恨地瞪了她一眼，路过她身边还不忘警告她，你等着本公主不会放过你的。柳如烟身体颤抖，脸色苍白地跌坐在地。上饶是这个时候，她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她慌忙扯住裙角，救救我，救救我王妃。我唇边溢出一声冷笑，小环嫌弃的把我的裙角从她手里扯回。
刚刚抢公主风头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害怕？快去吧，皇后身边的嬷嬷还在等着你呢。我冷笑着往前走，皇后可是出了名的，会折磨人。柳如烟是第2天才回来的进门，人甚至需要婢女搀扶，神色憔悴。见到我旁边的李胜有如烟跌跌撞撞扑到他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王爷，您都不知臣妾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。但不仅仅没就预料中的安慰，李胜反而把他从怀中推了出去。下次有什么宴会，只要王妃出席就好，你老老实实待在府里。柳如烟似要扯住他的衣袖，被他避开。既然腿瘦，伤了就待在院子里休养，1个月哪都不要去了。李胜面色不愉的说完这一番话，冷脸里离开柳如烟，眼泪一滴一滴砸下来，似乎不敢相信。片刻，他转头死死地盯着我，殷寒霜，又是你在背后搞的鬼吧？你别妄想挑拨我和王爷的感情。柳如烟扔下这句话，气愤地离去。我爸爸发生星号，柳如烟不知道，因为这件事，李胜早朝不仅被皇帝骂了一顿，还受了同僚的笑话，一时间似乎被打回原形。李胜对他有好脸色才怪当焉。我收到一则消息，上。我偷偷的从后门再次溜出去，直奔太子府邸。刘大山找到了吗？我急切地问。相比我的激动，太子显得很冷静，甚至给我倒了杯茶。别急，喝茶，缓缓。在小山村里找到的他，只是当时他已经重伤昏迷，就回来后，他给了我这个。说着，太子将沾着血迹的纸推到我面前。我没有错过太子眼里一闪而过的愤怒，我毫不犹豫地拆开。当看完所有，我紧握住拳头，脸色铁青，忍不住骂了一句：星号。万万没想到，上一世我们宁家府上位的，竟然是那种星号。这上面清清楚楚的记着李胜如何用他们从分170口人练作武器，不论男女老少，除了刘大山趁一次士兵换岗时跑出来，其余全部死在了那里，甚至消息都被他压得死死的。在那四周，还有他养兵的基地，还有剑跳到一半的皇宫，如此猪狗不如，大逆不道。太子看向我，我已经派人打探过了，确实属实，你怎么看我？民警语气坚决，逼他出手。这几日，我看到王府里越来越多的暗卫刘大山消息的出现，让李胜坐不住了。清晨，我吃完早饭一起身，感觉眼前一阵模糊，瞬间晕了过去。王妃待我醒来时，我便看到李胜惊喜的双眸里盛景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声音颤抖：寒霜，你有孕了，本王要有嫡子了。我惊愕的瞪大眼睛，良久才喃喃道：王爷不是在唬我吧？李胜失笑：你竟然还不信本王的话，花儿，你来说后面的话。一脸开心，王妃真的有孕了。大夫刚走，李胜陪我的时间越来越多时，不时就要摸一摸我未显怀的肚子，即使柳如烟那边用各种借口找他都推拒了。我笑着答：拿去他，您的嫡子还没长大呢。李胜温柔地抱住我，等我们的孩子出生后，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给他。我失笑，随即叹息：可惜陛下看不见王爷身上的才华，只能委屈王爷总是在这四方天地陪着臣妾。李胜眼眸暗了暗：怎么会委屈？说还来不及。就在我以为这次又要失败时，听到李胜迟疑的开口：寒霜，你说本王要是反了，你还会陪着本王吗？我努力压制住心中的激动，佯装震惊的抬起头，良久，紧紧搂住他，不管王爷做什么，妾身都永远陪着王爷。臣妾知道，想给臣妾和孩子最好的，如果我失败了呢？臣妾和孩子也绝不苟活。听到我如此坚决的话，王爷紧紧抱住我。最终，李胜将那天选在了6月初5，太子在前2日被皇帝命令带兵去边疆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。当夜，李胜带着他的手下和宁家军冲进皇宫，但很快他便意识到不对，竟太静了，静得奇怪。李胜看着四周围墙，警惕地握紧刀，突然四周围最墙涌现出无数士兵，手里握着剑，齐对准他们，而站在最上面的正是被他用酒灌醉亲手关在地牢里的我爹。还不等李胜反应过来，他身后带领的宁家军也拿刀面向他们。虎符，我有虎符。李胜双眼赤红的高高举起我给他的那半块虎符，但宁家军丝毫未动。我没告诉他，宁家军从来只认人不认虎符。一阵马蹄声夹杂着尘土，百里外赶回来的太子将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李胜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，愤怒的将虎符扔到地上。李胜木自毕烈朝城墙上大喊：英伯，你不管你女儿了，你别忘了你女儿还在我手里。我缓缓从我爹身后走出来，似笑非笑的看着下面震惊的李胜。怎么不明白明？因为给我们下药了，为什么我们还会出现在这？我目光泛着冷意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上辈子就已经领略过了，怎么可能在上一次在他不注意时，我就偷偷命人把饭菜换了？李胜双眼猩红的看着我，哈哈，没想到有朝一日我竟然会栽在你身上。殷寒霜凝薄，你们想好了，只要我们一起合作，到时候你们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国舅爷。
我毫不留情拆穿他，你心里应该想的是这之后怎么把我们剥皮抽筋吧？你们现在同吴翔还有一丝活路。李胜举起手中的剑，歇斯底里的高喊，兄弟们和我冲荣华，富贵少不了你们的，即使他知道必死，也要尝试。我站在围墙上，冷冷的看着这场毫无悬念的厮杀。当我来到地牢时，浑身是血的李胜眼眸暗了暗，为什么我对你不好吗？你还有我的孩子。李胜嘶哑的质问我，我勾了勾唇，眼中尽是恨意。孩子嘛，美颜，来我房间我都特意点了香，怎么会有孩子？不过是做场戏给你看罢了。李胜额头青筋暴起，别忘了你还是我的王妃，你也难逃一死。我扑哧一声笑出声报告，告诉你了，皇上念我此次有恩，特意准许我和离。我欣赏着李胜狰狞的表情，将手中食盒放到他面前，看看里面的食物喜不喜欢。李胜蹙眉片刻，抬起手，缓缓将食盒打开，看到里面的东西时面色苍白如纸，一双刚刚还试图迷惑我的眼此时阴恻恻的盯着我手背，青筋暴起。我轻笑着绕到他身后，弯腰凑到他耳边去，阴曹地府也有你的债陪着你。我对王爷，好吧，我割他脸时，王爷不知道柳如烟哭得多惨，跪在地上求我放过他，还好我出身将门，要不然这脸皮就割毁了。疯子你也信号信号。李胜暴怒的站起身，神色癫狂的掐住我脖颈，双眼猩红，你也信号信号去，给如烟长命一支金簪扎入他胸膛，鲜血月咕咕涌出，望着他睁大的双眼，我又用尽全力捅了几下，喷薄的血溅在我脸上，我只觉得畅快极了。李胜身体在我面前缓缓倒下，我微微喘息，紧紧握着滴血的簪子，面不改颜色的走出去。等在外面的太子见我这副模样，愣了一瞬，又笑着递给我一方锦帕擦擦，否则一会儿出去，别人还以为姑把你怎么样了。我接过锦帕，无语的瞪了他一眼，这样的人真的能做未来的天子吗？收拾好一切，我进宫面圣。皇上依旧笑得很慈爱，只是这个笑意不达眼底寒霜。这次你有很大功劳，想要什么奖赏，不如当我们灵儿的太子妃。如何站在皇帝身旁的太子目光灼灼的盯着我，我笔直的跪在地上，目光坦然道，陛下，臣女确实有一想要的赏赐，请允许臣女跟随父亲一起去边疆守卫国家。话音高，张洛太子惊讶的看着我。皇帝眯着眼睛打量着我良久，语气中带了几分长辈的真切关心。寒霜，从未有女子带兵打仗，待在后宅，不比刀光剑影，安全吧？殷寒霜说的有道理，你好好想想再回答。就连一贯桀骜的太子都急切劝我，我神色未变，目光坚定，陛下，我们宁家从来没有弱者，我们随时愿意为国家子民为这样，和君王牺牲，女子也不必须受情情爱爱的桎梏。寒霜愿一心报国，须臾皇帝叹了口气，是你们宁家人的血性。既然你想，那便去吧。我叩谢皇恩，从御书房出来，我和太子辞别太子一样，遗憾中带着欣赏，不似往日的云淡风轻，一脸认真，一路平安。宁寒霜，真的要平安啊？我莞尔一笑，好太子也是若干年后，太子顺利继位，我在战场上拿下一个又一个敌人的首级，才觉得上一世的宁寒霜终于圆满了。